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今天全台湾都在看台美的关税正式一锤定音。很有趣的是什么？是这一次签订的是2072项输美的豁免产品。这产品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去卖过的，这代表一件事情是美国现在已经把台湾抓了进来，抓到了这个台美的框架里面。这张照片是在 AIT 的总部里面签，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卢特尼克部长级的商务部长是直接进到这里来签订这件事情，所以这代表说，现在的美国怎么看台湾？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出口商，现在的台湾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盟友，我们也从出口商变成了这个所谓体系内的成员。而大家今天觉得最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来签订台美的关税协议呢？你可以看到。外媒怎么报道？这是美联社的报道。他说，这份协议是川普在4月份访中前先达成的，而现在台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不断的加深。而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如果这个协议悬而未决的话，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趁川习会时间，以此为筹码，迫使川普在一些涉及台湾的关键事项上来让步。所以简单来说，现在的台湾已经不是所谓的筹码，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就是盟友。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政治评论家吴家龙，大家好。好，接下来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政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待会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今天总算结束了，台美关税总算结束了，等了1年，对，大家一直想说，到底会不会变高，会不会变低？我们要牺牲什么？我可以获得什么东西？今天总算一切一锤定音，尘埃落定了。对，你知道我要纠正你，不是结束了，是还有一个关卡要过，还有关卡要等到我们国会通过才行。好，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台美的这个关税呢，终于这个尘埃落定，就是美国的政府跟我们台湾政府终于敲定一个最后的这个税率。在今天你可以看到释出这张照片，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总代表，我们的这个郑丽君副院长，然后包括说我们的驻美大使，还有我们杨珍妮的这个谈判代表，对，包括跟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葛里尔，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他们共同拍下这张照片。台美的关税协定，政府对政府之间正式签订。那签订之后呢，这代表什么意义？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照我就说，我们去年6月就开始谈，谈到现在，日韩都过了，那为什么我们是现在过了？现在外媒的报道是这样的，这个是川普呢准备要送上给习近平的一个大礼啦，就是川习会前我施压你。对，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就我们都知道说，川普预计在今年3月底到4月初，他到中国去访问。好，那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假设一个状况，外媒报道是这样：假设台湾跟美国的关税没有敲定的时候，你觉得中国会怎么做？我会拿台湾当成一个棋子，当成一个筹码。是没错，我就跟你说，我们要怎么样？那现在呢，川普就直接把它拍板定案之后呢，就不会让台湾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中国跟美国之间谈判的一个筹码。对，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协定已经消除了台湾跟美国之间缺乏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劣势，也把台湾跟日本、韩国的这个还有欧盟的税率一模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他在这个时间点把台湾纳入美国的 FTA， 纳入美国的经济体系之中。你现在呢，就是我要跟你谈判之前，我先把台湾抱住了。对，你要怎么抢，你抢不过来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川普跟中国人。中国释出了一个强大讯号，而且宋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15%尘埃落定之后，大家觉得里面把细项全部都翻了出来，是其中是2000多项输美的免关税商品，这是大家觉得里面今天最想探讨的事情，是因为有些东西之前根本没有买卖过，所以真的诚如我们讲，他真的把台湾已经拉入了美国的框架了。对，简单。为什么这次我们会降这么多？我先跟他讲，事实上我们很多传产品呢，譬如说我们的工具机啦，我们的自行车业者，所以很多输到美国去关税很高，对，有的20几%，有的30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 FTA。你看日本、韩国，还有包括说像这个欧盟，都跟美国过去有 FTA 的框架，对，所以他们其实都已经比较低的这个价格。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跟美国签 FTA， 但是因为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他不玩 FTA 这一套，他就直接跟你来关税，对等关税，那对等关税反而给台湾一个机会。我们只要谈到跟日本、韩国、欧盟一样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美国的市场。对，所以这次其实比较特别是，台湾有很多产品，反而是有2000多项产品呢，是变成是免关税的一个状况。而且整体关税来说，从过去我们台湾呢对美国的这个平均关税大概是20几%，对，现在这次呢，我们
平均是15%嘛，但是如果你仔细分项再算下来的话，平均关税会降到12.33%，这可以说是主要盟国中间最低的部分。对，那台湾的农业还有我们的传产业可以进军美国，为未来带来可观的商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打造一个所谓台湾模式，就是把台湾经验移到美国去。对，这样很简单，可以让美国跟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越来越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还把什么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韧性纳入台美合作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关卡里面。我们这次里面来说，还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能源转向。为什么能源转向？那我们台湾是靠天然气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过去天然气都是来自什么？澳洲啦，来自这个印尼啦，来自卡达，就来自亚洲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我们要采购440亿的美国的能源，所以2026年开始，美国天然气已经占台湾整体比例会提升到1/3，就是未来我们的能源采购更加多元化。对，我就讲。中国如果真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假设一个最坏状况，假设真的战争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都断掉了，对，他就围着就好了。他敢围卡达的这个，他敢让卡达的这个输气船不进来，他敢让印尼的船不能进来，他敢让这个澳洲的船不能进来。你觉得他敢让美国船不进来？当然不敢。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一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我们的半导体衍生品啊、汽车零组件啊，还有航空零组件都是变成是零关税，所以等于是我们变成从过去我们出口到美国，我们现在变成是美国体系里面的成员，就跟我们讲的一样，他已经把它拉到了台美的框架里面去了，对，就变成是美国派的成员之一嘛。你看美国谈判的2大第一次到这个所谓的部长级的，直接进到 AIT 的总部里面去，而且还释出这张照片嘛，就跟他拍照的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我就跟你讲，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里程碑。好，那我们讲，除了台湾到美国的商品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自由之外，我跟他讲，对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有一些好处存在。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会改变台湾的商品的这个生态。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很喜欢买美国的商品嘛，我就跟他讲，台湾原本都进什么？澳洲龙虾，我们都进这个澳洲的龙虾，未来可以什么？你可以吃波龙啊，波士顿龙虾、美国龙虾，大局的进来，对，那一大堆嘛，对，还有包括樱桃。过去一段时间来说，我们樱桃来说，在美国税率也比较高，现在进来的话，免关税的时候，他们两个产品呢，至少在整个卖场上面会卖得更加好。另外还有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美牛嘛，但是美牛没有错，很多人会很在意说，哎呦，美牛我们不是之前有炒过吗？什么一些敏感，像什么头骨啦、脊髓的敏感东西来说。我们是不是要卖？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比较好的是，我们有守住必要不能够卖的还是不能够卖。另外还有一边比较有意思，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这就是起司。对，我们未来会买到更多来自美国的起司。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这个所谓恰达起司啊、帕玛森起司，一大堆达菲起司，一大堆起司，对不对？照你知道为什么过去买不到美国呢？因为根据我们是采用欧盟的习惯，欧盟的习惯是说，如果你要进帕玛森的这个起司来说的话，他们必须规定是有个区域那个地方才叫做帕玛森起司，对，或者有一个区域才叫达菲起司，这样他们美国是这个欧洲是用原产地，但是美国现在跟你说不能这样，我们只要做法一样的话，应该还可以用这个名字。我这个也是帕玛森，对，我这个名字一模一样，我这也是这样啊。所以未来如果假设我们现在用的是美国的标准的话，未来来说的话，帕玛森可能不是欧洲的帕玛森，美国的也叫做帕玛森，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规矩的这个变化，这个未来是比较特别的。那当然还有什么？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汽车。美国汽车这次的确定，它关税会降到0，所以我们讲未来很多美规车会大举进来。你看今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吧？不是已经有这个欧洲车厂开了第一枪，对，准备要从美国进口过来了嘛？我要降价了，大家今天想说，哇，真的假？过完年后开杀了。对，还有很多日规车也会从会从美国进口过来。当然，很多人关心的特斯拉，这个未来会不会有降的可能？我们就再看看。然后包括说医疗器材、药品等等，像很多人很关心的这个。最近不是很多人在打瘦针嘛？对，搞不好未来也可以降价啊。它也是药品。对啊，药品也是降价啊。还有包括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保健食品，对，一大堆这个是 GNC 或者什么，一大堆都是来自美国，这些都可以降价。所以我觉得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啊，对我们国内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坏事。那尤其是我就说嘛，为什么美国会给我们比较好的条件？说真的啦，那是因为美国你需要台湾嘛。我们讲一件事就知道，你看这个苹果公司。目前为止是全世界第2大的这个公司，还有辉达，目前是全世界第1大公司。他们两个在打什么？他们两个在争夺台积电的产能啊！这不是我们随便说，对啊，这是日经报的哦。他说苹果跟辉达在台积电争夺战。对，我就跟你讲，好，
假设苹果跟辉达在打这个台积电的争夺战，你觉得美国政府不是傻了吗？他当然知道，就把它牢的抱住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销售比重来说的话，过去智能手机这一块就是第一名嘛。对。但这几年来说，你看 AI 的数据开始往上窜，所以它变成是第一名嘛。所以辉达当然是已经占台积电的生产比重是非常多嘛。那这个苹果当然就往下降的一个状况嘛。他说什么？辉达的一个 Blackwell 或 Rubin 的 CPU 的这个所谓精力界面超过800平方公里嘛，而且这个苹果 A20大概是10到100到120嘛，这意味着生产一颗辉达的 GPU 就会消耗相当6到8颗 iPhone 的这个物理空间嘛。对，所以等于是说，你就知道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啊，辉达一定需要大量的晶片。那辉达需要大量的晶片的时候，就会挤走苹果的这个。苹果现在在喊什么？大哥，给我啊，不够用啊！对啊，给我啊！你每做一颗，我少了6到8颗，对，没错。那我不就惨了？我跟你说，我现在产线吃紧了。对，好，那我们讲，因为他们都在往2奈米前进，所以你看，今年的2奈米所有的产能都已经处于全售卖光，2奈米现在还没出来卖光了哈，甚至还要付比3奈米还要高出50%的溢价，每片大概是3万美元来争夺产能。所以你看，事实上。我就讲2奈米还没有大量产都卖光，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会需要给台湾稍微让利，我觉得原因就在这边。对，不过我就讲，事实上这个川普也知道了，我今天这个跟台湾达成贸易协定之后，你一定会不爽，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美国就说啊这样啦，我给你一些好处好了。他说什么呢？我们川普原本禁止这个美国售出中国的这个 TP-Link 生产的路由器，我给你放宽了。原本禁止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移动呢，在美国的网络事业，我给你放宽了。对，同时呢，中国电动卡车还有电动巴士在美国出售，我也给你放宽了。看起来的话对他释出一些所谓的善意嘛，这样一个状况。对啊，你看，但是因为我觉得，你觉得中国看到这个会开心吗？当然不会开心。它最重要在一点是。台美的这个经贸协定居然通过，你看今天中国马上就重炮轰击，气得要死。但是川普还是说，我还是给你一些好处啊。对。但我就说，川普还是两面手法。他今天还是这一阵子罚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应用材料。对。应用材料是什么？应用材料是全世界第一大半导体设备公司，台积电也是他最大的客户。对。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要罚他？他罚他2.5亿美金，折合新台币是80亿，罚这么大的罚单，对，80亿台币的罚单，因为他被美国抓到说你非法向中国出口，中兴出口我们禁止出口的这个设备，因为他说事实上美国不是已经禁止说中兴你不能跟他做生意，就没想他居然卖他卖什么呢？他卖这个晶片制造非常重要的这个离子植入机，他怎么卖呢？他是说这个明明是中兴下单，但是我先卖到韩国去组装，然后在这个申请的转运到中国去，然后事先没有获得许可证。那美国商务部就说这里比2.5亿的这个罚款是交易金额的2倍，已经达到法定的最上限了。而且你看到这个不是说一次就被罚那么多，你看到这一段，他在2021到2022年间违规出货56次，对，他明知道有问题，他还是出货56次，是川普气炸，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忍的。当然了，所以我跟你讲。川普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小打小闹的部分我可以给你，对，但是真正的核心的部分我是寸土不让。这种所谓机器设备这个你卖了我就打你，我也不会给你。晶片跟半导体跟 AI 是有关，这个红线你就算碰到我就杀了，就杀你。那这种什么路由器这种弄火力啦，弄火力青菜啦。那台湾呢，我一定把你牢牢抱住嘛，因为台湾是整个晶片跟 AI 的做的重要核心嘛。所以才说今天的谈判呢下来之后，你可以注意到一点。未来美国不论从经济或从政治层面来说话，对台湾的影响绝对会越来越大。宇轩，到底台美的这个关税到底要不要签？我因为刚刚讲，已经1年这大家心非常非常乱，结果没有哦。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等于是几个月前，早就有答案了，早就确定了。为什么我说的这么肯定？就是因为这一张图，这个是美国商会代表还有 AIT 的那时候帮这个美国的汽车品牌叫 Jeep， 他帮他站了台，对不对？那个时候呢 ，Jeep 就已经讲，如果台湾这个汽车关税降为0的话，我的售价是多少？当时大家想说啊，你可能只是一个销售手法，没有。那个时候这句话早就决定了，这个协议一定会签订，这协议一定会通过的。我现在很像是一个小朋友哦，走到了这个玩具反斗城呢，感觉到眼花缭乱，好多新的玩意，好多新的产品。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想想看，等到这个汽车关税进来之后，它的影响不只是可能会有1成，或者是8%，或者是5%的差距，而是在说很多前所未见。你从来没看过的新车款，对，都会来到台湾。比如说刚刚在
赵我讲的这是什么？这是 Jeep， 也是我们传统的看到那种四四方方、长得高高的车子，吉普车。对你讲的没有错，就它就是从这边来的。但吉普车其实已经从台湾市场退出非常久，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要回来了，而且回来之后呢，带来的第一台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我们讲有轩哥、有和哥哦，有我们讲聪哥，他就说蓝哥，蓝哥回来，它是经典款，但他跟你介绍说来售价非常有竞争力，为什么？只要200万出头，本来你有200万，你想说我拿去买双 B， 只能买那种最烂的什么 A Class 啊，最小台的那种的，但是你如果吉普车是又大又豪华，就你现在看到的，而且台湾现在没有，你开的话，全场焦点就是你了。对，买车子最喜欢这样，跟人家不一样。我的大家都开一样，每个都 C300哦，跟我们讲的跟那个穿制服一样。结果呢，这一台你知道厉害在哪里？第一个，它的钢板，而且呢，它的我们讲的玻璃特别厚。对，为什么玻璃要特别厚？因为你今天如果有开过这种越野车，就知道它除了4轮传动能够翻山越岭之外，很容易有那个树枝啦、酒桃啦、乒乒乓乓。你就算是一般哦比较稍微一点的越野车，可能撞个几下就猫皮啊。所以它等于是说有我们讲特化版，这是当年刚进来的时候，也就是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关税哦，价格大概209万，然后呢这个鲁宾口大概是呢239.8万，对不对？但是它会退税。它之后如果说变降价之后，未来变便宜之后，可能200万有找哦。啊，对啊，那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非常有竞争力？因为现在国产车可能动辄你全配完之后都要破百万了嘛。所以来我们来一个一个做对比。你现在原本在台湾呢，可能比如说你买得到 B&W 哦，这是最小台的，大概也是我们讲的比较类似休旅车那种车型的 X1 200出。对，那这个 GLA 也是宾士它所谓的休旅车系列。最小台的也要209万，那 Volvo 呢？这个算是稍微顶一点的 EC40，它大概呢也是落在189，全配的话大概209万。对 ，Volkswagen 的这个 Golf 大概207.8万。所以你想想看，这样一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哇，市场区隔做出来。来，赵，你看这一台车，这个不是骨架哦，它真的可以拆，它可以拆的。对，它可以把车门。4个车门哦，这个车门可以拆掉的。对，后面也可以拆掉哦。它它是可拆卸式的车门。你一说为什么要这样？废话，你有时候去到野外的时候，搞不好你后面要装比较大型的东西啊。而且它是很轻松拆哦，很简单。它本来配备的减配工具，你有看到，稍微扭一扭、转一转，它本来就会送里面。然后呢，整个车门就可以我们讲不会把直接男生跟女生合作。就直接搬走了。对，而且代表呢，我们讲它的设计是很好的。再来，它连天花板都可以拆掉。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是不是？你看到有些什么战争片啊，对，或者是这种丛林片，对不对？开着吉普车，然后你发现它的顶棚是空的，好羡慕哦。整个我们讲徜徉在大自然里面，我跟你讲，它连顶棚都可以拆卸，而且是3段式的可拆卸。那另外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所谓的什么自动刹车啊、ADS 啊、盲点侦测，这个叫做标配。也就是现在的最时下所进行的标配，但是呢，在防撞系统以及钢板厚度上，你不要以为可拆就没有用，没有一样很强。但是我们不得不讲与此同时，台湾人你不要想说，我不喜欢吉姆啊，我就喜欢双 B 啊，管我来也有福利。这一台是什么 ？EQS， 这号称是电动车我们讲类似休旅车，我们讲等级的最高阶的其中一款。对，但是谁？当年是由黄仁勋开的，这一台是黄仁勋的座驾。对，黄仁勋。现在因为台美关税谈定的汽车关税谈定的关系，现在这台车也要进来了。照我跟你讲，我没办法跟黄仁勋赚一样这么多钱，但是我可以跟他开一样的车。我是有亲自看过，因为我那时候去大卖场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台，那时候它刚出来，是什么一台 EQS， 我操，怎么这么大？然后它那个车型又很漂亮，我说很有科幻感。我后来才知道说，黄仁勋2023年的时候开这一台。对。但为什么他开这一台呢？除了说因为它上面搭载的是 NVIDIA 的自动驾驶系统，除此之外，它有这所谓的虚拟实境扩增，对，这所谓的很科幻感。也就是说，当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它会进行有一些相对应的导引，但这个导引呢，它又怕说把你的分散力、你的注意力，所以呢，它会用这种我们讲的很潜移默化的方式呢，比如说会给你一个很大的箭头，跟一些指向，而且是在挡风玻璃上哦。所以它是一个很像科幻世界里面你才会看到那个新形态的车子。对，再来它的荧幕，我们刚才跟你讲说 Jeep 它有荧幕，对不对？来，没有比这个大，它是整个全部都是横的，都是超宽幅的荧幕。对，从你的正驾到你的副驾。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想说宇轩，你都只介绍这种我们讲的很贵的车子来照。我们现在介绍的有平价的，也有我们讲的便宜的。雪佛龙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对不对？但台湾一直以来都很少嘛。未来这一台可能也会降价，这是所谓的超跑等级的，叫做 Corvette。那以及这一台，我们之前甚至有看过的，这叫什么 Mustang？ 那 Mustang 大家知道有所谓的油车版，也有所谓的电车版，但它是美国我们讲的美国人的一个骄傲。以及呢 Ford 像这种 Bronco
Volvo 的这个我们讲休旅车，未来呢都有机会了，包括这个凯迪拉克的 Lyriq 都会来到台湾降价。但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哈，因为我们刚才都讲房车，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哈。美国其实最流行的车子是什么？皮卡，皮卡。但是因为以前皮卡来肌台湾，肉秀肌肉的那种很壮汉，从车上下来，哦，不一样的。对你讲了一个重点，你知道为什么下来不一样吗？因为皮卡超级高，对就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哇，气势不同帅，感觉他妈就200公分，有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自己只有170，感觉自己像200哦。所以你知道吗？未来这种皮卡，比如说 Ford， 来这个是便宜的哈，也没有贵到哪里去。Toyota 的这个 Tacoma， 你以为日系厂商没有，对不对？日系厂商结果也有2.4而已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很贵哦，因为才2.4。然后 Tesla Cybertruck， 对，搞不好都有机会来到台湾降价，以及我们刚才讲 Jeep， 它有一个 Gladiator， 这也有可能会来，甚至是我们讲哦，皮卡界的 Rivian R1T 叫做劳斯莱斯。所以各位啊，为什么我刚才说如同小朋友进到了玩具反斗？因为选择实在太多了，如果这个价格一降下来，真的非常有竞争力。张勇哥，我们今天其实提到一件事，今天关税已经都谈定了，但是不要忘记，川普为什么当初要课关税，就是因为他认为有贸易逆差是在上面嘛。可是我们今天这样一路看完，台湾感觉没有损失非常多啊。结果我问你之后，你才跟我讲，这是川普他还有别的想法。从前年台湾的顺差对美顺差739亿美元，到去年的话超过1500亿美元，我们现在大概在前4名。对，问题是这个贸易协议谈下来，台湾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吗？不一定哦。不会啊。那所以我们就问了，到底美国图什么？图台湾什么？第一个就是他要的东西我们给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半导体产业完整产业链，哦，就是在美国打造所谓新竹科学园区，美国版的。对。第二个，台湾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要配合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那些出口管制、技术管制，不要成为破口。所以我们应该要开始做红色供应链的清洗，对，阻止那些间谍啦，那些那个，比如说那个恶意并购啦，反正一大堆的，我们中国，我们台湾企业可能帮中国企业那个让他们间接买到美国的东西，透过台湾闪避那个所谓那个技术管制，对，这个部分美国很在意啊，包括台积电也不要帮华为。华为成立一些白手套的那个公司来跟你台积电下单，台积电就拿来卖过去，就被美国抓到嘛，哈。所以呢，这方面我们应该要重视红色渗透的问题，对抗这些间谍啦、窃取啦啊这些问题。对，好，美国图这个，还有现在看起来，请问你，美国跟韩国的贸易协定，跟日本的贸易协定，美国有说要去韩国、去日本投资吗？没有。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媒体可能没有注意哦。对，美国有要来台湾投资，要双向投资哦。不是说要台湾去美国投资而已哦，美国也要来台湾投资。对，这个别人没有啊，那投资什么？他讲半导体、人工智慧、国防安全啊，还有安控，还有那个通讯，然后呢，生物技术。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美国是要我们去投资它的晶片制造嘛，或封装测试嘛。那美国来台湾投资半导体，你不觉得奇怪吗？对，原来是什么？记忆体。美光不是买了力积电的一个厂吗？美光要在台湾扩大投资嘛？那我们的那个记忆体的那个厂商可能闻到这个商机。你看南亚科跟华邦电最近不是涨很凶吗？对，以前我们卖华邦电的时候10块20块，那么现在变成快要100了，对不对？因为他们闻到商机。美光在台湾投资那个记忆体，扩大在这边的投资，对，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对韩国的依赖，断开三星，断开 SK， 因为记忆体原来是韩国嘛，韩国是大的市场占有率嘛，大概超过70%是韩国嘛。那如果美光这个竞争对手增加在台湾的布局的话，那美国对记忆体的部分就降低对韩国的依赖嘛，对，扶持台湾的记忆体产业嘛，这是一个嘛。然后呢，再来就是台湾跟日本之间可不可以合作去美国投资？对，就是或者台湾跟日本之间。比照台美贸易协议，说不定台湾跟日本也有一个贸易协议出来类似于我们跟美国达成的，那让台湾跟日本这边也更紧密所以现在的话，等于美国透过这个协议的话，等于是把台湾收编进来，收进来，对，让台湾跟美国在贸易、技术、产业，还有国防，还有呢一些包括药品，对。深度绑定，全部加入美国队。我把它称为深度绑定。对，那你自己体会这个意思。对，然后呢，现在来了，川普4月份说要去中国访问。对，他今天外媒已经讲非常白，他说为什么要今天签订，就是我不要让习近平把台湾当成筹码。今天川普也知道这个签完之后，川普也知道习近平一定委送的。
他还是照样做啊。不是你为什么？你现在解释可能不到位啊？为什么？哦不是说习近平拿当筹码，是川普拿台湾当筹码啊。川普对中国打台湾牌，对，就是说我要去访问，对不对？对。然后呢，在这个之前，我拼命做一些你会不高兴的事情。对。啊，如果你要翻脸，我不去喽。哦，哎，对呀，如果你要翻脸，你就是川普要习近平吞下去。哦，我现在对台湾，对，他不是增加军事援助14.5亿吗？对。然后下一批的那个军售要200亿美元吗？对。哦，然后他做这些事情，你以为北京舒服啊？气死了嘛！气爆了。对啊，可是要反应吗？你反应的话，我不去喽。是这样子看啊？对啊，所以川普七打八打就宣布要去北京正式访问。对，这个是对习近平是加持。习近平利用这个来证明，向党内证明他可以搞定川普，他可以搞定美中关系。啊，如果因为这个东西你跟川普翻脸，川普说 OK 啊，无所谓啊。所以川普有没有要去，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差。川普已经知道跟习近平谈没有用嘛，签了协议都没有用嘛。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是签了吗？有用吗？没有用嘛。所以所谓的要跟习近平高峰会，其实是个仪式，是走过场。他利用这个仪式绑住了习近平。对，你如果要反弹的话，那我不去嘛。对，如果你要我去的话，你吞下去嘛。所以是川普在对中国打台湾牌，拼命的在台湾这边这个加码加持。然后呢，北京气死了，没有用啊！这川普很奸诈的、哦，对习近平是这样的。我对台湾这么好，那你怎样？对不对？你要翻脸吗？对吧？你如果不让我去的话，对不对？那你要自己承受后果。所以呢，你会看到川普这一次是把台湾收进来，对，而且一些军事工业会过去，记忆体可能会投资啊，还有那个将来还有生技，不晓得什么，还有个通讯。对，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是。网络被切断以后，用那个什么卫星来通讯，对，所以现在将来的话，卫星可能也会有很多投资出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